个月亏了20斤猪油。上月陈师傅是新方子熬坏了3锅油，你在场点头同意的。谁点头了？福来，你点过头吗？我没听见没？分明是你自己熬坏了，往陈师傅身上推。你这种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爹收你为徒是看你可怜，你可念过半点恩情？师兄，师傅临终前让我看着你，那20斤油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少血口喷人！上月初7你只走6斤，初9 4斤，11 3斤，说是嫂子娘家急用。可嫂子娘家在清化，离这40多里地，就为了拿这10几斤不值钱的皂胶。福来，油呢？他拿去赌了，初3在城东赌房输了3两，初6又输了2两。王福来，我就去看看，我没赌。你还敢说拿造访的油去赌？就一回。就算他支了油，那也是王家的东西。这灶房姓王，不姓林。师傅的油是用来做皂的，在这儿我就是规矩。王福来，这灶房姓什么？姓王，我说了算。那还不赶紧让他滚！立即，马上滚！我走可以，你把师傅那口锅给我，锅我带走。从今天起，我做我自己的皂。一个做皂的下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要能做好皂，我叫你爷爷。师傅，您在天上看见了吗？今日所受屈辱，来日我要一一讨回。这不是你师傅那口老锅？王福来把它扔在后院柴堆里，我走的时候腰过来了。这洞怎么来的？师傅说是他学徒那年第1次熬灶，火候没控好，锅炸了。他留了这口锅30年，说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年的手艺。可王福来说破锅碍事，直接扔后院了。陈师傅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知道，您信我？你师傅信你，我就信你。你师傅临走前让我交给你，说等你真正走投无路那天再打开。师傅，您留了什么给我？这是药皂方子。师傅，您早就预料到了师兄不会容我了。师傅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晦气！大清早遇见叫花子，也不知从哪儿流浪来的，也不去官府登记，就这么在这儿赖着。客官，今儿新蒸的鲜肉馅儿要几个？来3个。那墙根下的小姑娘蹲了2、3天了，没人认识她。谁知道从哪儿来的？官差来问过一次，她也不说话，就这么蹲着。哟，还有人惯着你，真是。
这个人手上有皂剑味儿。那株3叶的叶脉发紫的那个，止血消炎用的，不好找。你从哪儿摘的？城外山坡。和枯根一起用。你懂草药？我师父做皂，配过药皂，跟着认了几味。这几样加在一起是要做什么？你手上有伤，做活膜的，没事。裂口进了皂料，不处理会烂。费不了那事儿。一股草药味，这是……这是个好东西。一个流浪的姑娘，怎么会这手艺？没钱就别租，你当这是善堂呢？王婶儿，我在宽县3日。3日后你还是没钱？你一个没家没业的孤女，我留你住了这些天已经是积德了。这是我多算的，你拿去，别堵着我家门。怎么蹲这儿？王婶把我赶出来了。没地方去了。后院有间柴房，空了大半年，不嫌弃就先住下。我没钱付房租。昨天那罐药够抵半年的。那罐药不值那么多。我说值就值。一张床，4面墙，够了。那个卖皂的究竟是什么心思？是他们。你最近皂卖的那么少，是皂坏了还是人懒了？方子有问题。什么叫方子有问题？这师傅的方子怎么可能有错？买了皂的人说，用了手裂了。天气干，谁的手不裂？我想改改比例，所以今天请人来看一眼。这谁？懂药的。懂药的来看皂，你当这方子是草台班子？减多了，就闻了这么一下，比例偏了2成左右。按这个配出来的皂，碱性太重，长期用皮肤就会起疹、皲裂。我做皂20年，在这行吃饭比你活的年头都长。你一个外来的姑娘，凭什么？陈师傅，您低头看看自己的手。师傅，我上个月也裂了2道口子。减2成，花师也去了，那东西我本来就没把握，是老东家当年加的。你说，加什么药草能中和？这个药引，
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这个姑娘不简单。自家制的药皂，加了草药，不伤手。各位老爷娘子来瞧一瞧。再往右站一步，挡着日头能多扛一会儿。你怎么不来喊？我嗓子不行，嗓子不行就坐着搓泥。搓完这些能再出3块皂。药皂不伤手，3文1块，比庞家贵1文，但用着不裂手。旁边周家才2文，贵了就是贵了。就当试试。你若用着不舒坦，来寻我退钱。药皂不伤手，卖出去几块了？3块，就3块。3块，连本钱都不够。第一天让3个人拿回去用，说明东西是好的，比一个都卖不出强。周家2文，咱们3文，就差这1文，人家不买。让他们先买周家的，等手裂了就知道差在哪儿了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着急也卖不出去第4块。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。王老板，你家的皂我叫人在府城试过了，底子不错。不过府城行情不同，要包销成本得压一压。压多少？现在这个价砍2成。胡老板，您放心，咱造访人手足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保管供得上。王老板，你家娘子爽快，你倒吞吞吐吐的。胡老板，2成不是小数目。王老板，府城的买卖不是只有你一家在盯着，3日内给我回话。换便宜的料子，就这么定了。便宜料子做出来的东西，你自个儿不清楚，做出来能卖不就行了？那不是骗人吗？骗人！你爹卖了一辈子布，咋没见你家发财呢？林木做东西比你还讲究。现在人在哪儿？还不是被我们撵走了？街口摆摊，一天卖3块，讲究能当饭吃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府城的银子你不赚，自然有人赚。胡老板转头就去找下一家，你哭都来不及。林掌柜，你这皂是真神了！以前我这手每到冬日就裂口子，用了你那皂，洗完不紧绷，裂口都收了。来来来，瞧瞧这个，3文，庞家才2文，贵什么？我手裂口好几年，这2天都收了。3文买一冬天的好手，不值。我家老爷子手上有湿疹，这皂管用吗？老张头老伴湿疹用了6日，说好多了。先拿1块试，不见效来退钱。好。记什么呢？张嫂买了3次，裂口收了。老张头老伴湿疹见好，馄饨摊周叔要买3块，给儿子带去府城。这些都记。要在衙门孩站住脚，靠的就是这个。不过是几个街坊，得意些什么？王老板，我今日来是给你个准话，府城市场大得很。胡老板您说，我们听着。只要成本压下来，3年内我能让福来造坊成府城第1家。成，那就签文书，3日后我在醉仙楼等你们。福来，这事儿发了。秋月姑娘，你听说了没？福来造房来了个府城的大老板，说要包销他们的皂，排场大得很，轻微马车玉班制。那王福来怕是要发达了。他们有了府城的银子撑腰，要是压价呢，谁还来咱们这里？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可他要拆了你的桥呢？他拆他的，我修的不是木桥。林墨，过会儿我去买点草药。姑娘，是你。周伯，是我。追查您的那个人，上个月已被调回京城，但走之前，他在青州府打听过您的下落。打听到什么了？不知道，
但姑娘，您赶紧走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。周伯，您当没见过我。敢问是秋月姑娘？有人托我捎封信，说是故人。谁来的信？家里亲戚，没什么要紧的。事已办妥，追查之人已调回京，然邱家旧部仍被监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寻安身之所，切勿露面。信上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我过得好不好。脸色不好，去喝口水。走吧，这里不是能留下去的地方。林掌柜，我想出去找些皂角和草木灰。哪里找？城南山脚，听说那边皂角树多。路远，带够钱，够不够？一个人去。城南出西门往左，别走右边那条。上个月有人在那路口失了银两，不太平。天黑前回来。知道了。李婶儿，你听我的没错，他家的皂用了是真舒服。我那婆婆用了3天，说手不裂口子了，好东西才贵呢。他这嘴比我们合用，可别让他听见，他得再要2块皂做谢礼。怎么有股草木清香？皂角、草木灰加了几味草药，小姐手背细嫩，用着不会涩。怎么卖？1块1文钱，5块算6文。明日还在此处吗？我今日没带够钱。在的，小姐，每日辰时便摆出来了。是个大主顾。方家的小姐，方家在城里开着3间布庄。先别高兴，他来不来是他的事，皂码好才是你的事。10块，给我挑整的，剩下不用找，算赏的。小姐多了些。你们的皂好，值这个数。像方小姐这样的体面人家都找咱们买皂了，咱们的皂算站住脚了。才10块就站住脚了，总得有个开头。我家小姐说她认得你，你不是普通人家出来的。最近有人在城里打听你，叫你自己小心些。秋月，我走了。听说街口那个姓林的最近卖得不错，他那就是小打小闹，料子贵，撑不了几天。可我在府城都听人提了一嘴，说那皂洗了手不烧，连冬日皲裂都能好。胡老板，您放心，一个方子而已，哪有拿不到的理？你倒是会说。他林木一个外来的，能翻出什么浪？只要方子到手，您想怎么做都好说。王师傅，你也是这个意思？我知道了。哼，3日内我等消息。听见没有？得拿到那小子手上的方子。他是我师弟。师弟？事到如今你还把他当师弟？他没得罪过我。没得罪？他做得起来，你就得关门。你要是还顾那点兄弟情，就等着被他踩到泥里。偷方子是要见官的。见官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那是他吃饭的东西。你吃饭的东西呢？你屋里那几口人喝西北风去，上头写了几位药材名，你去他那儿探探，对得上就成。拿不拿随你，拿了咱家还有几年好日子过，不拿你自己想清楚。弗莱师兄，师弟，你喝成这样，回得去吗？我没脸回。先站起来。
对不住你。先回去。你别怪我。你醒了再说。师弟，进屋吧。等等，今天翠花给了我一张纸，上头写了几味药材，叫我照着去套你的方子。你来找我是想怎样？我没脸告诉你，又没脸不告诉你，你拿去吧。这几味药配在一起，皮子嫩的人用了会起疹子，这不是仿我的方子，这是要害人。师兄，我的方子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掌柜的，正了没有？再往右一指。现在呢？正了。掌柜的，这字儿气派不气派？陈师傅的字自然气派，算不得什么，还是你这铺子选的地方好，前头结实，后头仿像，过往的角都密，这块匾往这儿一挂，生意差不了。开张大吉！林掌柜，往后财源广进，红红火火。张嫂，快进来坐。今日开张，有糖有茶。不做不做，就是来沾沾喜气。往后我家的皂，我全要从你这儿买。 32文，40、48文，加上这角碎银，够买3袋精米，还够进一批新油。林掌柜，咱们这个月稳住了。记好账。记着呢。对了，陈师傅那边的工钱，我今日已经付了。他说不用这么急，我说账不能压着。做得对。你在擦什么？那模具旧成这样了，换一个新的不行吗？不换。为什么？林掌柜。 我爹以前也有一间皂坊，后来没了，这块匾算是替他挂的。是为什么没的？有人要他的方子，他不给，后来就没了。那时候我还很小。那我们就替他多做几年。秋月姐，你蹲那儿干什么呢？ 掌柜的找你问账呢，去叫掌柜的来。叫掌柜的来看草，叫他来。什么东西？玉清草，寻常郎中也不用这个。它去燥养肤不伤皮子，比咱们现在方子里的药材更温和，配得对，冬日皲裂，夏日疹子，用了都能好。你从哪知道这个？我父亲的方子里用过。能入燥？能，只是比例要反复调，急不得。那你是缺什么料？跟我说，我去配。你不问我需要多少本钱吗？ 铺子是开来做事的，不是省钱的。秋月姐，你捡根草，掌柜的就让你随便花钱。这不是随便花钱。这草哪儿好了？跟墙根那些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怎么瞧着都差不多。你看皂能看出好坏不？能。那你先把皂学明白，再来跟我说草。掌柜的，你说呢？他说的对。其实这东西药铺里不常见，寻常长在背阴的山墙根儿，咱们这院子正好背阴，潮气又重。你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父亲教过我认，他说有些好东西。 不生在贵地方，但架不住它有用。秋月姐，吃口东西吧，都2个时辰没动了。等一等，这都第几锅了？第4锅。掌柜的也不叫你歇歇，也不知道心不心疼人。吃了没有？没有，他连粥都不喝。先吃。 锅不用盯着，再等一刻。这一锅比例换过了，我想看出来再吃。你父亲的方子还有多少？不多，他留下来的，我能记住的也就那几张。记住的是记在哪儿？记在心里，没有落纸。伯父和你都很厉害。我爹确实厉害，不过算了，不提了。 成了。你父亲这方子从哪儿得来的？他也是学来的。
林掌柜，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说。那就等你能说的时候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做灶就是油碱水，行得正，走得稳。你往里头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万一灶体起反，伤了客人的皮子，你担得起吗？陈师傅，我知道您的意思。你知道还加？林掌柜，你说说，这铺子是开来做正经生意的，还是开来让他折腾的？陈师傅，您说完了？他家的东西我都看过。哼，你一个卖灶的，懂草药？陈师傅，我不跟您争，我有个法子，您听不听？说。这3块是昨日做好的，您拿回去用3天。3天后，您若还觉得我这是旁门左道，我秋月从此再不碰造访的方子，一个字不差。秋月姐，你这赌注也太……没叫你说话。3天。3天。哼！你这丫头犟得很。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。剩下3成呢？剩下3成，我再改比例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这手怎么好了不少？我看清楚了，那几道口子没有的事儿，愈了。往年冬里你那手裂的连布都勾丝，今年怎么？粥有点烫。哪里烫了？你是不想叫我多问吧？你这几日洗手用的什么皂？还能是什么？造访的。造访的皂，你用了20年，年年冬里照样裂。这是换方子了？是那个新来的丫头做的？我没说是她做的。你也没说不是。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不就是快造？哟，上回你回来的时候跟我说那丫头是旁门左道，说她把小林掌柜的带坏了，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动不得。行了行了，少说2句。说来说去，结果3天不到手好了，倒不吭声了。好没好还不一定是造的功劳。您瞧瞧，这口子收得多利索，这还不是造的功劳，那是老天爷开眼呐。你这老头子嘴比骨头还硬，认个错能死啊？那个丫头到底什么来头？在做什么？试方子，玉清草的比例还没定，得往手背上涂，看皮子的反应，才知道哪个配比温和，哪个伤皮子。要试几天？至少5天，每天涂3遍，7个方子得同时试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哪只碗从我这边开始？你知道可能起疹子？知道。起了疹子，痒起来是那种钻心的痒。第1号从左臂开始。涂了之后不能挠，记住了。痒了也不能挠。我听见了。你现在说的轻巧。你这几天怎么不说？没什么大事。没大事，这都破皮了。继续试吧，还差1天。别试了，这个方子有问题，再试下去只会更厉害。你不也在试吗？我不一样，我从小跟着我爹尝百草，这点疹子我习惯了，你不一样。那我也习惯了。这个方子不对，今晚我重新配。王掌柜，你认识这个不？滑石粉，不值钱的东西，多多掺进灶里压臭。府城那几家大灶坊都这么干，干了10多年了，也没出过什么事儿。哇，这不地道。虽然灶里掺一点，但也不能多啊。洗手洗脸用的，又不是进嘴的东西，何必那么认真？那也是沾着皮子的，皮子薄的孩子老人。王掌柜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师弟那家如今很红火，客人都往那边走，你不动，你就等着亏下去。胡老板，您先坐，我跟我当家的说2句。你自己看，这个月的利润比你师弟都不如，
人家才开张多久，咱开了多少年了？就这一次，等站稳脚跟儿，咱们再改回来，行不行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知道。那你还……福来，你忘了吗？大猪读书要钱，这屋子的租钱下个月就到期了，没钱咋整？就这一次。王掌柜，你这皂分量足了不少，实在，比上个月沉，手感也扎实，以后就认你这家了。如今城里但凡做皂的铺子都入了咱们行会，这是章程，您瞧瞧。每月2两银子会费，不多，大家平摊的。配方要交到钢会备案，钢会存档，谁也不吃亏。不交。林掌柜，您这是头一回做买卖，不懂规矩，我不怪您。但这钢会不是您想不入就能不入的。为什么不能？您想想，做皂要进香料，样样都要人打点，您一个人打点得过来吗？林掌柜，不是我要为难您，独木难支啊，有钢会撑着才是长久的买卖。钱管事说的有道理，那就让不方便来。林掌柜，年轻气盛是好事儿，就怕到时候不是您说了算。他们这是明摆着要为难咱们，进货出货都掐死，咱们怎么撑？慌什么？他们卡咱们进货，咱们另找货源。城里的货行都跟行会打了招呼，别的地方进货路远运费就上去了。路远就路远，贵3分咱们皂卖得出去还是？你倒是说的轻巧，这行会背后是谁？你一口拒绝，也不怕输了死敌。配方交出去才是真死，咱们手里有好方子，这才是立得住的本钱。旁人卡进货，顶多贵几文，方子交出去就什么都不剩了。林掌柜，奉行会令，凡县城内售卖皂品的铺子，须持行会印座，方可开张。贵铺迄今未入会，即日起不得售卖。什么时候出了这个规矩？新章程，昨儿才定的。昨儿定的，今儿就来贴封条，这也太……秋月，行会在何处？等我可以去看看。看也没用，没有印戳，就是不能开张。这是行会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那印戳如何申领？先入会交会费，再把配方交上去，审过了才发印戳。快则1个月，慢则说不准。你要做什么？收了。就这么认了？先收了。把样品都带上，跟我来。这里能有几个人来？昨天来买过皂的，住这条巷子里的有5、6家。你都记住了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林掌柜不能就这么没了。那皂用着好，再给我拿2块。您费心找过来，多谢。什么费心？那帮人贴封条，街坊们都看不惯，凭什么好好的铺子说封就封？我们胡同口的张大娘托我带2块，她腿脚不好，走不过来。这是搬到这儿来了？暂借宝地一用，打扰了。不打扰。那皂我老伴用着好，给我也来1块。他们都来找了。是老爷亲口吩咐我把库房那批黄芪换成次货的。邱大人，可有话说？带走。月儿，有些话不是说了就有用的。可是你不说，他们就以为是真的。背后的人爹惹不起，说了不仅救不了自己，连你和你娘都保不住。你照顾好自己。爹，你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等爹回来。爹说等他回来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秋月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儿，做了个不好的梦，吵到你了。没有。你去睡吧，我无事的。做了几年了？什么？这个梦记不清了，有时候隔半年，有时候隔几天。梦里是什么？他被人诬告，说他以次充好克扣药材，药童在堂上指证他，他没有辩解，一句话都没说就把令牌放下了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，他明明可以的，他只要开口。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已经过去了。我没想劝你。那你说出来了，就轻一点。喝完早点睡。
这是酸枣仁，他早就备着了。福来，你看这人，比咱县城多10倍都不止，这回真发达了。你倒是高兴高兴啊，愁眉苦脸给谁看呢？高兴着呢。王老板，这条街上每日来往的富户商贾，少说也有300-500人，只要打开口子，钱就是流水一样进来。多谢胡老板扶持，我可不是做善事的人，我只问一句，你打算怎么让我看到回头钱？今晚到内市，我有个法子跟你说，这是码头收来的陈油，价钱只有新油的2成。掺进灶里，外头看不出来，成本再压3成，府城这盘棋就彻底盘活了。这油馊了，灶又不是入口的东西，灶是用来洗手洗脸的。王老板，你是做生意的，不是行善的。胡老板说的对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又没人逼着他们买。翠花，你知道这个铺子压进去多少银子吗？你要是做不出成绩，胡老板的账怎么还？你想拖着我们一家去死吗？王老板，机会就这一次，府城的门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。师傅说，做灶先做人，料要实，心要正。你站那儿发什么呆？倒啊！这油真的不行，你凑近闻一下。我不用闻，胡老板说能用就能用。皂是往脸上抹的，这油馊成这样，抹出去要烂皮的。烂皮？你见过谁用皂用烂皮的？你是大夫还是皂匠？我是皂匠，我才知道这东西出了问题会怎样。那你说怎样？退给谁？那桶油的钱谁出？福来，你听我说清楚，咱们在府城开这个铺子，压进去的是咱们全部的家底，还有胡老板的银子。你要是这批皂出不了货，胡老板那边怎么交代？知道。你知道还磨蹭什么？林木那边天天在抢咱们的生意，你还在这讲良心？就这一批，过了这关，咱们站稳了，以后想用什么料不行。这味儿怎么有点怪？夫人，要不换一块？算了，许是包油脂的味道。拿到了，县衙的牙帖，正经盖了知县大印的。行会那边封咱们，说咱们没有行会的名帖，但行会的名帖不是官府发的。对，我去县会无权代官府封店。林掌柜，胡老板那边你得罪狠了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若还敢来，我这份牙帖就是说话的东西。开门吧，等新方子做出来就在店里卖，再也不用在巷子里躲躲藏藏了。这些天你在家没闲着？配方改了3回，之前那批皂冬日用着皮肤发紧，我想着加点什么。加了什么？白芷、玉竹，还有一点点当归。这几味药寻常皂坊可不敢用，太贵了。贵是贵，但用完皮肤不发紧，换季也不干痒。卖得出去吗？要是卖不出去，肯定是定价的问题，不是方子的问题。成了，不但润，而且很好闻，试试。这叫什么名字好？叫玉润吧。为什么叫这个？这块皂就像玉一样干净通透，而且手感也很好。还记得我爹说过，人应该做端方的君子，温润如玉。我这是说到哪儿去了？林掌柜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好名字，咱明天就买。掌柜的，这皂气味不一样，比从前的更香。你回去试3天，再来告诉我用着如何。这块也太小了，能用几天？试用的，若好用，回来买整块的。这位娘子，这碗都凉透了，再添一碗。不用。你盯着临记皂坊看什么？那家新出了个玉润皂，我家娘子用了说好，排队买的人都挤到街口了。随便看看。哦。这小鬼眼睛贼得很。这人跟了多久了？这几天有人在盯着咱们，看清是谁了？是个妇人，包着蓝耙子，连着好几天了，换过好几身衣裳。今日茶摊上就有一个包着蓝耙子，坐了大半日，一碗茶没动，就死盯着咱们铺子。
多半是冲着玉润的方子来的。方子你藏好了？元芳不进铺子，每次去买药分3家铺子买，不在一家配齐。你早就防着了。他们封了咱们的店，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以后去药材铺，让小六跟着。我腿脚快，保准把那妇人甩开。不是甩开，那是就是要让他看见你跟着我，叫他知道咱们也注意到了他们。那死丫头精得很，我蹲了整整5天，5天连她买的什么药材都没摸着。没事，这计不成，还有别的。在下姓刘，府城开了几家杂货铺，朋友送了块玉清皂，用着极好。今日特意登门，想谈笔大生意。刘掌柜出手阔绰，不算多，只一条先货后款，货到铺子卖完再结银子给你。小店周转不开，这样信上讲个信字，觉得好，咱们再谈大的。你说那信我明白，不是不信，刘掌柜规矩如此。来路不对，鞋底太干净，不像从府城赶路来的，倒像是从附近才出的门。我找个人问问。那姓刘的是胡老板的远房表亲，城东挂了个空壳铺子的招牌，根本没有什么货。他那马车，我叫人看过轱辘上的泥，是城门口那条道上的，根本没走远，就在城里绕了一圈。这钱我不要，但我劝你一句，胡老板手长得很，他布的局从来不吃素。他想先货后款，拿走一批货，赖着不结银子，再反咬我们货有问题。你想清楚了就好，他下一招只会更狠。好，周伯多谢，你先坐着，我先走。好。幸好你当时没答应他。果然，要是答应了，货出了门，银子不知要到哪年才见着，告到官府，人家还能反咬我们一口。以后但凡来谈大单的，先叫人摸一些底，再说跑的。对，进货的路子也得换，别让人摸着规律。你早看出来了，猜着了7、8分。方子那边我再藏稳一些，你也多留意铺子里进出的人。好。王掌柜，你看看我娘的脸，这是怎么了？用了你家的皂，3天就成这样了。掌柜的，你看我的手烂了，全烂了。我家那位用了，脸上起了一层疹子，哭了一宿。诸位冷静，这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你说我娘的脸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凭什么说是我们皂的问题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用了别的东西？我家只用你家的皂，街坊邻居都能作证。你们是不是掺了什么东西的奸商？黑心烂肺的奸商！散了，再闹我就要官差了！啊！快关门，快关门！掌柜的，胡老板派人传话来了。他说什么？说这事儿是您自己经手的，跟他没关系，让您自己扛。跟他没关系。福来，那陈油是他让咱们用的，你去找他说清楚。说什么？你有字据吗？当初他让我掺陈油，可没落在纸上。快开门！知府大人传唤。大人，冤枉！我们是被人骗的。王福来，有人告你以次充好，用馊油制造，致多人皮肉溃烂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草民是被人唆使。唆使？谁唆使的？府城商人胡老板，那批陈油是他提供的，他让草民掺进皂里，说没事。大人，王掌柜血口喷人，我与他只是生意往来，从未让他用馊油。你当时说别的皂坊都这么干，10几年没出过事儿。王掌柜，你有证据吗？可有人证、字据？既无证据，便是诬攀。来人，先把陈油桶抬上来。大人，这油已经馊臭，里边还有蛆虫。王福来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大人，是那姓胡的害我男人，您明察呀！押下去，听候发落。这铺子坑人，府城那边把人脸都烂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滚开！黑心奸商！哎，侄媳妇儿，别去了，东西没了就没了。陈师傅，您帮帮福来，他在牢里。我帮不了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赶紧想办法凑钱赔人家，看能不能减刑。我凑了，能借的门都敲过了。
你娘家那边呢？我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娘塞给我2两碎银子，说别再回去了。听说他娘家也不肯借钱，门都没让进。造孽呀！当初多风光，如今连个落脚的地儿都快没了。哎，是狱卒传出来的王福来的口信，是想求你帮忙。你要帮他。他是我师父的儿子，而且翠花嫂子今天在店门口的样子你也看见了。他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我知道。那你图什么？不图什么。师父临终前让我看着他，我没看好。明天一早我就去县衙。大人，福来造访的案子，草民有一事补充。王福来确实挪用过造访的猪油，上月初3在城东赌坊输了银子，但此事背后是府城胡老板在操纵。他先以包销为诱饵，再以压价逼王福来换料，最后提供馊油。王福来糊涂，但不是主谋。你说的这些可有实证？账册上记录了我与王福来的油料往来。至于胡老板，请大人查他名下店铺，同样的馊油，他给不止一家造访供过。你终究还是认这个师兄？不是认他，是认我师父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县衙那边传了您名下3家铺子的掌柜去问话。问什么？问陈油的来路。让他们问，那几家铺子的契书现在是谁的名？按您的吩咐，上个月就转给了表少爷。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停业整顿3个月，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就停业3个月。去，把福来造访的铺子盘下来，价钱压1半，反正也没人敢买了。王氏，你男人判了流放3年，明日启程。让我见他一面。判了流放的，头3天不见家人，你回去吧。2位差爷，容我跟他说句话。师弟，路上用，别让手再裂了。里边有点钱。我没脸拿你的东西。不是我的，是师傅的房子做的。师弟，我对不住师傅，对不住你。师兄，路还长，从头学吧。翠花她，我让陈师傅隔几日过去看一眼，他要是愿意，造访后头有间柴房空着。你还管他？他当初那么对你。她是你媳妇儿，你不在这几年，总得有人看着。快走！小姐，我打听到了，当年在堂上指证老爷的那个药童，如今在京城。他在做什么？改名换姓叫徐元，在东市开了间济安堂。害死我爹！如今倒过得不错。还有更要紧的，当年指使他的人，如今还在朝中，位高权重。是谁？户部侍郎钱维忠。我要去京城。我跟你去。你的铺子怎么办？让陈师傅帮忙看着，还有小六呢。你们2个说的我听明白了，京城路远，你们打算去多久？不知道，也许1年，也许更久。啥时候走？过几天，造访这边只能拜托您了。我一个老家伙，看个铺子还行，你们放心去。掌柜的，你带我去京城，我给你跑腿。你留下，跟着陈师傅学手艺。又是学手艺。灵机造访以后还指望你好好学。今天去了2家杂货铺，都说行会打过招呼，不敢进咱们的货。行会手势那可真吵。你切这么小做什么？铺子不让卖，那就不卖给铺子。这些送人。送谁？大户人家的丫鬟婆子，他们试用好了，自然会跟主子说。主子说好，比杂货铺吆喝100钟管用。有把握吗？当初在县城，方小姐就是这么来的。府城的大户人家后院女人手上也裂口子。那你打算往哪家送？听说布政使府上后巷，每日午后都有丫鬟出来采买，我先去碰一碰。我陪你去。卖皂的事我去，你留在客栈有纸包要方正，送出去的东西不能寒碜。切口多宽算平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这位姐姐，我们家新做的药皂加了白芷和玉竹，洗完手不干不裂，这块送您试用。真有这么好？您试试便知，不好不要钱。嬷嬷，您看我这手缝里干得起皮，洗完真不紧了。这皂哪来的？后巷有人送的。明日再遇见，多要几块，回头跟内宅管事说说，订一批给姑娘们用。秋月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方小姐，没想到能在府城见到你。我爹在府城开布行，我常来。听说你的皂已经卖进布政使府上了，是内宅的管事好心帮衬。秋月姑娘，你的事我隐约听说了一些。你父亲是不是当年户部的邱大人？你知道我父亲？我爹当年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他说邱大人是好人，被冤枉了。方老爷还惦记着家父，我爹每次提起都叹气，说邱大人那批药材根本问题。你后来去了哪里？怎么会落到卖皂的地步？案子判下来那天，邱家被抄了，我娘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走了，怕牵连，一路要饭走去庙墙根蹲了3天。3天后来遇见一个人，他给了我3个包子，就是那位林掌柜，他收留我，我帮他配药皂，一步一步就走到今天。原来如此。你放心，这事我跟我爹说，他虽不是朝中人，但与京中几位大人有些交情。我听说太后今年最重的人药理，你若能借皂入宫，让太后知道你的本事，或许能有机会递上话。入宫？你的皂好，这就是敲门砖。宫里用的东西，太后用的好了，自然会问是谁做的，到时候你的话就有人听了。我本就打算最近进京，只是没想到入宫。我爹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这世上最难的事儿不是赚钱，是把别人泼在你身上的脏水洗干净。你洗干净了，我佩服你。方小姐的原话是：太后的路子离咱们太远了，你打算怎么走？从每年中秋有贡品进京，地方官员会搜罗好东西往宫里送，混进贡品单子。太后也未必会看到，那就做到让她看到为止。我爹当年就是凭一张方子进的药司，如今我凭一张方子进宫，也不算辱没了他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的？我爹被带走那天，他说背后的人惹不起。我现在知道了那些人是谁，我不想再等了。这是这一批玉润皂赚的银子，够了。够什么？够进京，够咱们在京城重新开始。林墨，你愿意跟我去？那晚我就说过了，我跟你去。那好，明天收拾东西，后天出发。拿着，这是你师父当年用的。他说刻皂模子，刀要稳，手要正，我一直替你收着。陈师傅，造访就拜托您了。放心去，小六我用着顺手，短不了你的。掌柜的，你们早点回来。秋月姐，路上吃，我自己攒钱买的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藏东西了？跟您学的。您当初藏方子不也这样？走吧。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事情办完就回来，办不完呢？那就办完为止。你倒是想得开。想不开也得走。林木，你怕不怕？京城不是县城，也不是府城，咱们这点银子到了那儿什么都不是。怕。你也怕？怕把事情办砸了，对不起你爹，也怕把你带进京带不回来。不是你带我进京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扛在自己身上。我知道是你自己要去的，我只是说我也怕，怕何去？不耽误。到了。正房一间，西厢做仓库，后院有口井，1月1两银子，比县城贵了5倍。租了。作坊放后院，前头腾出来存货，够了。这一带住的都是什么人？刚才巷口有个卖豆汁的老头，听他口音是青州来的。城南这边外乡人多，没人管你是谁。那正好，没人认识，反而方便。窗户朝南，光线够。回头把灶台搭在后院，前头这间摆张桌子，既能存货又能记账。今日去大理寺问过了，我爹的卷宗说已封存，不对外查阅。意料之中，10年前的老案子，没人愿意替你翻。我明日去原先的老宅看看，听说后来换了主人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认识我爹的老人。一个人去？那边是老城区，街坊邻里都住了几十年，去的人多了反而扎眼。带块皂，如果有人问你是做什么的，就说是卖皂的。知道。小姐，
人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徐源在东市开的济安堂，东边数第3家就是。认准了？他那张脸老了胖了，我也认得。当年在堂上指证老爷的时候，他嘴角有颗痣，如今还在。周伯，你什么时候来的京城？半月前，我寻思早点上京，替小姐打听，铺子比老爷当年的药库还大。他哪来的本钱？我打听过了，10年前案子判完没多久，他就在东市盘下了这间铺子。街坊说是户部一位大人关照的买卖。钱为中没别人。对了，小姐，这10年我一直在想，那药童不过是个跑腿，我打听到的，没人撑腰，哪敢作为证？周伯，你在京城住哪儿？南城大杂院，跟一群贩夫走夫挤通铺。您不用管我，我在哪儿都能活。拿着，换个单间住，别跟人挤了。他在笑，害死我爹的人在这里笑。先回去。你刚才站在这儿看他，他店里的伙计已经往这边瞅了2眼。我知道，我忍了这么多年，不急这一时。客官面生头一回来，在下姓林，在城南开造坊，听同行说徐掌柜这儿的药材地道，特来瞧瞧。那您可来对了，我这儿的货户部太医院都有往来，请里头坐。黄芪白芷皂角，量大，价钱好说，货要干净。林掌柜放心，我这人做生意最讲究干净，不像当年有些黑心的。哦，徐掌柜见过黑心的？您可听说过邱家那桩案子？户部药司的邱鹤鸣，好像听过，不太清楚。那批黄芪根本不是邱鹤鸣摊的，是上头有人要整他。上头是钱大人，如今可是尚书了。我当年亲眼看着的，我就是那个指认他的人。不说了，陈年旧事，喝酒误事。走，看货去。徐掌柜留步。您刚才说太医院也从您这儿拿货，那可太好了。我正想着往后做一批药皂，方子得经太医院过目。您若能帮着牵个线，这有何难？我与太医院药库的孙管事那是多年的老交情，林掌柜一看就是爽快人。那今日先看货，改日再来叨扰。谁？孟伯，我是秋月。大小姐，你还活着？你的声音是大小姐的声音。孟伯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您呢？您怎么住在这儿？老了，眼睛也没了，靠着街坊给口饭吃。老爷出事之后，我在京城待不下去，就躲到这儿来了。您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老爷被带走那天，我去衙门喊冤，被差役打了一顿。孟伯，是我爹连累了你。大小姐别这么说，老爷待我恩重如山。他说邱家要是出了事，这东西就是翻案的凭证，我一直藏着，等你来拿，等了3年了。孟伯，我带我爹的清白回来了，您等着，等案子翻过来，我接您进城给您治眼睛。我不要紧，大小姐，你一个人怎么翻案？不是我一个人。孟伯，这些银钱您先收着，买些柴米，我过几日再来看您。大小姐，你自己也不宽裕。拿着，您替我爹守了3年，我不能让您再挨饿。进出账目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我爹根本没有贪1文钱。这里少了一页，正是那批黄芪的采购记录。林墨，你看，钱为中，户部侍郎，当年就是他。这人现在是什么官职？如今是户部尚书。撕掉的那一页是被谁撕的？撕口整齐，不像是慌乱中扯掉的，要么是我爹自己撕的，他想保住什么；要么就是抄家的时候被人翻出来撕了。如果是你爹撕的，他会放在哪？我爹做事一向谨慎，他没把这一页和账册放在一起，说明这一页上写的东西比账册本身还要密。那就得找到那一页。找不到的。孟伯守了3年，也只守住了这本副本，原件上的那一页多半已经烧成灰了。孟伯守了3年，把它交到我手里，我不会让他丢掉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不能只指望着账本。钱维忠能坐稳户部尚书这么多年，不会只有邱家一个仇人。找到别的把柄，让他先慌，慌了才会出错。我爹当年说背后的人惹不起，但如今我不是我爹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反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我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。 2条路，第1条，用玉润皂打入太医院，接近太后，有了太后的信任，就能地化翻案。第2条呢？找到钱维忠别的罪证，逼他身边的人反水，2条路并行。太医院那边你有把握吗？太医院每年采买外用膏药和鞋面之物，咱们的皂附上方子解说，就当药皂送进去，只要院点头，就进得了宫。这我信你。林墨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我知道，我等。我爹的清白，邱家的门楣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
那就干。药皂，这算药还是算皂？我们这儿只收药材和成药。算外用洁面养肤之物，方子里有白芷、玉竹、当归，都附了详解。院品大人若愿意试，一看便知。你等着。院判大人，谁开的方子？民女秋月，方子是家传的，家父以前也习医。这方子里的白芷和玉竹配比不像是寻常做皂的人能想出来的。你学过医？民女自幼随父学医，按药理配的。白芷祛风干烧，玉竹养阴润燥，入皂之后洗食不伤皮脂。你倒是对答如流。民女不敢在院判大人面前含糊。这皂你做了多久？这个方子前后试了4个月，费了10几锅皂液才定下来。先收3块，让药库的人试用，用完递个条子给我。进了吗？院判收了3块，让药库的人试用，用完递条子给他。太医院那边传话来了，太后寿辰，院判要调制养生药膏，想顺带把咱们的皂也列入礼单，算洁面养肤之物。列入礼单？对，所以这一批不能有半点差错。这是专门让人刻的，太后的寿礼得讲究。你想得到周全。明天一早咱们就递上去。这是太医院成的洁面养肤药皂，说是新方子，用了几味温和药材，秋冬之交用着不干不裂，气味倒是清雅。你试过没有？奴婢做完手背确实润，不像宫里姨子那么涩。比宫里的姨子好用。谁做的？听太医院说是个民间女子祖传的方子，人就在京城。这皂叫什么名字？说是叫玉润。太后有旨，宣玉润皂置放者秋月临墓，即刻入宫觐见。民女领旨。就这身去吧，太后不喜欢等人，别让咱家为难。怎么忽然就召见了？昨天太医院院判递了条子上去，听说太后试用了3日。3日就召见，说明她用着好。这皂里的药材是谁配的？民女自幼随父学医，方子是家父所传。哦，你父亲是何人？家父邱鹤鸣，曾任户部药司主事。邱鹤鸣这个名字，哀家有印象。你们起来说话。你父亲那桩案子当年是户部办的，哀家记得是贪墨药材。太后，家父是被冤枉的。你今日带来的那盒子里是什么？是玉润皂的配方详解。民女听说太后手上冬日易干，特意加了1味当归，用量比寻常皂多了1分。气味比上次的浓些。是，当归温补，气味随用量增减。冬日用之，补血润燥。你说你父亲是被冤枉的，你手里有东西吗？有。今日先到这儿，你们退下吧。他问我手里有没有东西，那就不是赶你走。太后留你在宫里是什么意思？好还是不好？不知道，他没说要查案，也没说要赶我走。秋月姑娘，太后传话，让你这几日专心制药，别想其他的。你那份方解，太后的侍女看过了，说写的详尽，让照着再做一批。他在拖？不是拖，是在看。看什么？看我到底有没有本事，看我值不值得他过问一桩10年前的旧案。你这制造的手艺跟谁学的？家父教的食药。寻常医官只教儿女背汤头歌，他教你认药材。家父常说药材不分贵贱，用对了地方就是好东西。就像白芷，生在野地里没人看，入了灶却能养人的皮子。你父亲那桩案子，你觉得他是冤枉的吗？民女手中有一本账册，求太后过目。这本账册是家父当年留下的副本，上面记录了那年所有药材的进出，就是为了把它交给能主持公道的人。这透印上的字迹确实是邱鹤鸣的笔迹，哀家认得。家父当年不敢开口，是因为指使他的人位高权重。你说的是钱维忠？
秋月，你知道单凭一本账册上的透印，动不了一个户部尚书吗？民女知道。知道你还呈上来？因为除了这本账册，还有一个人证。户部要司旧案，该查的还是要查。督察院递个折子上来。去查，谁在太后跟前提了旧案？还有，那个徐元最近见过什么人？秋月姑娘，有人举报你在药皂中私加违禁之物，这批皂要查封查验。大人说我加了违禁之物，请问是什么？举报人可有举证？到了堂上你自然知道。先把皂交出来。每一批皂我都留了样品，封存在院判大人那里。大人要查，不如把院判请来，当面开封对验。这是自入太医院以来每一批皂的流量、方子、用料、日期全部记录在案。若有一块对不上，民女甘愿领罪。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来查封的？院判大人，下官是奉了刑部那边的条子。太后昨日刚过问这批皂，你们今日就来查封？要查先拿太后的懿旨来。徐元，当年前邱鹤鸣贪墨案，你在堂上做了什么伪证？现在招。大人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钱维忠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你还替他瞒？你是打算替他顶罪？钱大人，不是钱维忠他倒了。你自己看，太后下旨彻查户部要司旧案，督察院已经接了。你现在招算你坦白，等别人先招了，你就是首犯。犯官徐元供认，大雍20年受时任户部侍郎钱维忠指使，以500两贪墨案中作伪证，所言那批黄芪为次货，纯属捏造。臣以核验当日入库抵当，黄芪为上等，邱鹤鸣并无贪墨之举。臣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。3年前你诬陷忠良，3年后你贪墨库银，这些年你在户部做了多少手脚？督察院的折子上写得清清楚楚。罪该万死。邱鹤鸣案今日起正式翻案，追奉原职，以礼改葬。邱家抄没之家产悉数发还。证书到了。邱鹤鸣乃忠良之士，蒙冤10年，经追还原职，以礼改造。林木，我爹清白了。秋月，你今年多大？民女20了。20？寻常人家这个年纪，孩子都能满地跑了。哀家给你说门亲事如何？太后厚爱，民女不敢当。有什么不敢当的？你如今是太医院的人，又替你爹翻了案，哀家瞧着配得上的不少。你若有中意的，民女暂无此念。暂无此念，还是心里有人了？太后，民女与林掌柜是一路从县城走过来的，当初在城隍庙墙根蹲着，是他给了我3个包子。哦，听说你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。是，他不善说话，但每回出了事，他都在。倒是个实诚人，那皂哀家用过，是个下功夫的人。哀家不逼你，你们自己拿主意。不过哀家听说你到现在还没点头。民女还没顾上想这些。你跟谁拜呢？师傅还有我爹。我的天，御赐的！师傅你看，金匾，御赐的。你师傅要是看见，得多高兴。您怎么来了？秋月写信叫我们来的。京城铺子大了，人手不够，陈师傅不来，谁替你看着作坊？哎呦，这京城的水土就是养人。秋月姑娘比在县城时气色好多了。陈师娘一路辛苦，住处都安排好了，就在铺子后头那条巷子里，跟我和林木安着。掌柜的，咱们新作坊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就在铺子后头，比县城那个大2倍。2倍？那我得搅多少锅皂啊？搅多少锅你也得搅，学手艺还怕累。你师父当年说，做皂的人一辈子能挂1块匾就值了。他要是知道他独自挂的是御赐的金匾，他做梦都能笑醒。今天卖了多少？但仓库的存货快见底了。脚太慢了，皂液起筋，不成形，重来。是掌柜的。掌柜的，这批入模的要不要多加一层油脂？天冷怕裂。加，以后冬日全都加一层。是。那模具上的刻字还是用陈师傅那套老的。老的怎么了？
我刻的模子造出来字儿清楚着呢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要不要多刻几套新的？现在1天出的灶顶过去10天，一套模具不够用，再刻3套。陈师傅，您来刻，别人刻的我不放心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六，去把后院那箱子梨木搬过来。又是我搬，我这是学徒还是骡子？这个月的利润是上个月的2倍。你不高兴？高兴。我今天跟陈师傅说，下个月开东城分号，让小六去当掌柜。小六他行吗？技术上的事儿陈师傅会盯着，待人接物他比我会说。倒也是，当初县城摆摊，他跟街坊混得比咱们熟。行，让他试试。林木，我爹的案子结了，灶方也稳了，你接下来想做什么？我想把师傅的老锅再打一口新的，凑成一对。为什么？一口是过去，一口是将来。过去那口是你师傅留下的，将来那口呢？将来那口锅需要一个女主人。我这话想了很久，以前你爹的案子没翻我不敢说，后来又怕你觉得我是为了铺子才留你。你从来没说过。我说不好，你让我做灶行，让我说话不太行。我爹的案子翻过来那天，你站在我身后，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个人从县城到府城到京城，一步都没离开过。我哭的时候他在，我跪在太后跟前的时候他也在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师傅临走前跟我说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个徒弟。他说你心眼实，怕你吃亏。今天你成家了，你师傅若在天上看见，一定笑得合不拢眼。女儿今天嫁人了，她叫林木，是个做灶的，您放心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你们俩都没爹娘了，就拜我这老家伙吧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急什么？酒还没喝。念慈，倒慢一点，不然气泡太多。小六叔叔，我知道。念念，你看这个。爹，这个锅破了。破了也是宝贝，这是你师公留下的。他第一次熬灶，火候没控好，锅炸了。他留了这口锅30年，说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年的手艺。师公是谁？爹的师傅。他在哪儿？在天上，他看着你呢。爹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跟着爹念，灶。灶。爹爹，念慈长大了也要做灶。好，以后念慈也做灶。